上一世我被大爷坑得凄惨无比，所以重生后见他盯着我，绿灯一亮，我直接躺平，口吐白沫加抽搐，大爷当场懵逼了。小伙子，你咋比我还会演？我越抽越厉害，大爷吓得退开几步，几个路人围过来就要报警，我蹦起来跟他们说我没事了，不用报警。路人问了几句，看真没事了就散开走了。没想到大爷又凑过来打量了我几眼，再次跟在我身后，竟然还没放弃咬了我。接着斑马线绿灯亮了，我却站着一动不动。你咋还不走？我没理会他，突然开始原地踏步，嘴里喊着口号：121，121，1234567。你再不走就红灯了。不管大爷说什么，我可一动不敢动，因为我父母工作体面，自己的工作也不错，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。所以他撒泼打滚，我申诉无门，又怕影响到家人，只能用钱息事宁人。只是想不到他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一言不合就躺在地上捂心脏，给我来了个连环额。最后他榨干我所有存款，为了让我打欠条，甚至闹得我丢了工作。接下来又闹到我父母的单位，让他们抬不起头，身体状态越来越差。最后没办法办了病退，躲到了外地。没想到大爷见我家再也拿不出钱后，竟教唆自己智力缺陷的儿子把我打死。从回忆里回过神，我继续原地踏步，飞速思考着如何让自己脱身。因为这里的监控恰好坏了，又有暴走团的目击证人，他们看到大爷摔倒我在跑，所以上一世我才有嘴说不清。大爷见我一动不动，干脆也不过马路了，陪我一起等红灯。绿灯又亮了，我开始玩手机，但是偷偷打开了录像，以防万一。大爷死死盯着我，我视若无睹。我在等暴走团接近，终于暴走团到了我身边，等待过马路。劲爆的老歌刺激着耳朵，我慢慢挪到暴走团队伍里。大爷眉头紧锁，眼睁睁看着我的小动作。绿灯亮，队长一声口号，几十人的暴走团呼呼隆隆开始过马路。我站在队伍里，步伐有力，完美融入。大爷一看情况不对，马上一跤摔倒了。不能走，你害我摔倒了。他的声音被暴走团的音乐淹没了。眼看我们都到了马路对面，依旧没人理他。他一咕噜爬起来就往马路这边冲过来。就在绿灯即将结束时，他被一辆没号牌的破三轮撞倒，他的哀嚎声也淹没在暴走团的动感音乐里。我偷偷回头，看到大爷正揪着骑三轮车的大妈不放，大妈胳膊比大爷腿还粗，甩起来啪啪扇大爷后脑勺，嘴里好像还在夸大爷长得帅。我趁机脱离暴走团，赶紧联系中介，重新在公司附近租了房。既然已经成了大爷的目标，我就不能坐以待毙。找到我这种目标不容易，他绝对不会随便放弃的。这一世我不但不会坐以待毙，还要他付出代价。第二天上班，我就看到大爷在公司附近转悠。我戴上墨镜，穿上防晒服，伪装了一番，在大爷眼前走过去，他也没认出我来。直到下班前，我在10几层的落地窗前观察，大爷在楼下要么坐着，要么溜达，活像复古之躯。下班后，我故意走得很晚，早走的同事李成给我打电话：“明耀，你二叔在楼下找你呢，你电话这也没欠费呀。他说打不通。”是吗？我手机信号不稳定，你别管了，我下去接他。这老头连我的名字都查清楚了，我要是下去了，他拉着我一摔倒，我不就跟上一世一样了？于是我偷偷从地下停车场溜了出去，远远看去，大爷摸着肚子饥肠辘辘，但依旧在大楼底下盯着。于是我点了一份变态辣的外卖，地址留的公司楼下，备注写请到楼下喊崔明耀，自会有人来领。10几分钟后，外卖员送到，在楼下喊我名字：“崔明耀，你的外卖到了。”大爷一听来了精神，拦住外卖员：“崔明耀的，给我就行。你叫崔明耀？我是他二叔，他给我点的外卖，赶紧给我。出毛病来你赔得起吗？”外卖员给我打电话，我拒接后留言说放在楼下就行。外卖员这才把外卖放在门口，加速跑了。大爷一看外卖员加速跑，条件反射似的要往地上躺，接着又一咕噜爬起来。呸！我饿一个送外卖的犯不着，混账小子，不下楼是吧？饿死你！说完拿起我点的外卖就吃了起来，辣的嘴里撕拉撕拉的。这种变态辣我只吃过一次，整整3天没大便，后门生疼，坐都不敢坐。就在第二天，我准备找老板请几天假时，大爷已经打进公司，让崔明耀给我出来！我大老远从老家来，他不仅躲着我，还点外卖害我。今天不给个说法，我就不走了。前台没办法，只能给我打电话。我不认识，报警就行。就在等警察的时候，老板恰好经过，大爷直接上去抱住他的腿，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把老板恶心的不行。大庭广众下拿大爷也没办法，老板只能耐心的了解情况后，言辞命令我赶紧下楼处理，如果影响到公司我就别干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下楼把大爷叫到监控能拍到的大厅角落。大爷，我认识你吗？哼，终于肯露面了。那天过马路，你害得我让3轮车撞了，你自己倒是跑了。昨天又点那么辣的外卖，害得我到现在后门还生疼。你说说吧，怎么赔？啊！我说我昨天点的外卖怎么丢了？我还以为让野狗叼走了，感情是让你偷走了。听到我的话，大厅来往的人纷纷看过来。外卖的事咱先不提了，就说我被3轮车压了的事，怎么办吧？你是在哪被撞的？在路口。被什么玩意儿撞的？3轮车。谁骑的3轮车？一个老娘们儿。什么牌子的3轮车？大爷终于忍不住了。什么牌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你被一个老娘们骑的3轮车撞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爷气得呼呼直喘粗气。要不是你分散我注意力，我怎么会被撞了？我怎么分散你注意力了？你在暴走团里走那么快，不治你还能是谁？那你要赔多少钱？大爷一听谈钱了，两眼放光。我身体不舒服，先拿5000我去医院检查。我抬头对围观过来的人说，暴走团几十个人跟我走的一样快，你单盯着我看，这不是明摆着想讹人吗？你别走，5000块钱够立案了。说着我就拿出手机要报警，大爷一把夺过手机给我摔了，我直接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机发票，又加6000，大爷你得好好在里面蹲一阵子了。大爷终于反应过来，我这是有备而来的，他突然双腿一蹬，躺在地上抽搐。
接着我让保安报了警。警局内我表示坚决不调解，让大爷去里面好好反省。大爷在警局又把那一套理论拿出来撒泼打滚，民警怎么会吃他这一套？三两句把他唬住了。大爷没办法，只得哀求我，我勉为其难，表示要他赔我手机外加精神损失费，一共1万。最后大爷割肉一样签了调解书，赔了我1万。哎，上一次讹的钱，这次可都赔进去了。出了警局，大爷紧紧跟在我身后，我快他就快，我慢他就慢。我上了网约车，他也要跟着上。师傅这个人我不认识，拼车的话我只能投诉了。司机大叔一听这哪行，踢小鸡崽子一样把大爷踢下车扔在路边。大爷一个屁也不敢放，更别说讹他了。这大爷在讹人一道上确实是有些心得的，知道什么人能讹，什么人不能讹，什么人讹也讹不着，什么人讹起来效果最好。我这才打车脱离了大爷的追踪，下车还给了司机师傅打赏。回到家，我越想越不对劲。大爷知道我的名字，说明他调查过我，而名字这种东西很多地方都能查到。但是今天在公司大厅，他怎么一眼就能知道哪个是我老板？不排除他的侦查能力强，但更大的可能就是大爷不是一个人在讹我。上一世我早就知道大爷住在哪里，于是我就去附近打听这个人。不打听不知道，李大爷还是名人，是这一片居民区的碰瓷专业户，撒泼大表哥，收入全靠讹。有一次他被小朋友骑扭扭车蹭了，他让自己智力有缺陷的儿子看住小朋友，自己去和小朋友的家长谈判。结果他儿子对着小朋友嘿嘿的傻笑，把小朋友吓得哇哇大哭。小朋友家长到场，当场就把他儿子揍了。大爷在人家门口撒泼打滚1个月，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跟人家要这套房子，不给就天天蹲在人家门口，嘴里污言秽语的骂。后来那家人便宜卖了房子躲出去了，大爷直接一战成名。他还有另一次光辉战绩，他看准了一个即将高考的女生，在女生骑车子放学回家时，他一个鬼探头扑在女生身上，女生吓得大叫，而大爷躺在地上呻吟，说自己腿断了。女生家长带他去医院，他也不去，就是要钱，家长要调监控。大爷带着自己儿子堵人家门口，眼看高考临近，家长怕影响孩子，就赔了点钱，然后一家人搬去宾馆住了。没想到高考这天，大爷又去考场门口堵着要钱，不给就对女孩满口污言秽语。后来女孩不仅没考好，还患上重度抑郁，休学1年多，孩子家长彻底崩溃，拿着棍子追了大爷一条街。大爷在警察局躲了2天才出来。后来那一家人惹不起躲得起，也是卖房搬走了。这次与我的交锋中，李大爷不但没讹到我，反而还赔给了我1万块。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放过我。我也准备了点东西，等待大爷自投罗网。果然，消停了没3天，大爷竟然出现在我新租房的小区门口。他难道有千里眼？怎么知道我住哪？大爷远远的看见我，冷笑一声，没事人似的继续溜达。我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。接着我绕行到小区后门，在地下车库坐电梯上了楼。结果大爷在小区里到处转悠，左顾右盼都没看到我去了哪。我在楼上得意的看着大爷，他因没能知道我具体住在哪，气急败坏的直拍脑袋。结果他看到路过小孩在打闹，就地一躺开始讹后面的家长。很快楼下就围了一群人，大爷躺在地上不起来，指着孩子们骂，几个孩子都吓哭了。最后大爷满意的走了，还往兜里揣了一沓钱。我在楼上看得冷笑。大爷不怕摔不怕撞，就是不知道怕不怕我给他准备的好东西。第2天下班后，果然大爷又在小区门口堵我。这次我故意在他面前走过，他就跟在我身后几米远，怨毒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视。我也不管他，打开挂在领口的随身摄像机后，就开始跟朋友煲电话粥。我专挑有监控的路加速走，大爷很费力的跟着我，没跟多久就气喘吁吁。突然他故意摔倒，还大声喊着我。我指着最近的监控也不说话，大爷只好无奈的从地上爬起来。我继续快步走，他又不得不跟上来，到处看哪段路没监控。结果这个小区很完善，一点漏洞也没有。没有十足把握，大爷绝对不会出手的。结果他跟我围着小区转了2圈，最后实在转不动了，紧跑2步拦在我面前。小子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咋了大爷？是不是不行了？这才多大年纪就虚了？你要是承认跑不过我，我可以慢点走。谁他妈跟你赛跑了？我拿起手机对着屏幕说：兄弟们，这老头不承认输了咋整？那今天跟老头赛跑的直播只能到此为止。感谢一条老狗打赏的火箭。大爷一听差点跳起来。你一直在直播，我心脏不好，你等着赔钱吧。嘿嘿，兄弟们快看，都不白来哦！碰瓷直播1000年难遇。大爷还没躺下就一咕噜又爬了起来，我这一手已经超出他的讹人成本预算了。你不跟了是吧？那我回家了。大爷一听，一个深呼吸又继续跟着我，我又围着小区转了1圈。你不说回家吗？哎呦，还跟着呢。我看你热情挺高，就又走了1圈。你，大爷直接被我气得想翻白眼。你还跟不跟？不跟我真的回家了。大爷死死盯着我，我扭头就走进楼道，开始爬楼。你怎么不坐电梯？几层楼而已，坐什么电梯？结果大爷扶着扶手跟我爬了2层，2层又2层，直到他瘫在地上，我还在往上爬。你小子是不是耍我？咋了大爷？又虚了？这才爬了几层呢？看你这么辛苦，要不咱们坐电梯吧？大爷一听，挣扎着跟上我进了电梯。小子，早这样不就好了？你一个大小伙子，还害怕大爷我知道你住哪吗？我微笑着按了1楼的按钮。你住1楼？我不住1楼啊。那你去1楼干啥？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不住这栋楼。大爷被气得浑身哆嗦，用力扶着电梯扶手，这才没摔倒。到了1楼，我慢悠悠往外走，生怕大爷跟不上。我走向下一栋楼，大爷红着眼瞪着我，直喘粗气。这次他不跟了，大概是明白了生命的可贵。他不跟，我也就不爬楼了，慢悠悠在小区闲逛，还不忘回头提醒他：大爷，你不跟，我可真的回家了。这会儿他也恢复了些体力，吐了一口唾沫。
大爷，我豁出去了，你不回家，老子跟你一晚上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反正我年龄大了，也睡不着觉。我见他祭出绝招，也就不再客气。肚子饿了，大爷，咱俩一起吃点东西。谁怕谁，吃就吃，正好老子也饿了。我在路牙石上一坐，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罐头，一打开，刚坐下的大爷就跳了起来。这是啥东西？厕所炸出来的吗？大爷，这可是韩国发酵的瑶鱼片罐头，我特意托朋友带回来的，想着你肯定喜欢。说着，我直接递到他面前，结果大爷捂着鼻子不断的干呕。瑶鱼这种东西跟您老人家一样，是一种有个性的鱼，它没有碎泡，是通过鱼皮撒尿这玩意发酵制成的罐头，可是你8辈子吃不着的好玩意。比如平时你想吃厕所那玩意，还有人说你恶心，但是你要是吃这种罐头，大家就都给你竖大拇指，说你有格调。来啊，大爷，先来一口，记得一定要细嚼慢咽。我打死你！说完，大爷就伸手抽我，只是他吐的体力不支，跟挠痒痒似的。我顺势就地一躺，捂着脸对着监控大声呼叫：保安，打人了，保存监控，帮我报警！我脑子都要被打出来了。一听这个，大爷慌了神，立马就要往外冲，还没跑出去10米，就被几个巡逻的保安堵住了。自从上次他在小区讹人，早就进了保安队的黑名单。这次一看还是他，保安队长直接派出了杀手锏，小区最强壮的一位保洁大妈，这是大爷最不愿和不敢讹的角色。他被带到了没监控的角落，被大妈抡起巴掌猛抽，边抽还边骂，一句话都不带重复的。等大妈打够了，保安才报的警。结果大爷又在里面蹲了好几天。民警问我是不是和解，我表示只要大爷成一组，也不是不可以谈。于是大爷又赔了我3000块钱。我私下把钱捐给了保安队，让队长带兄弟们吃点好的。保安队长当时就表示，只要我在这个小区里，他就罩着我。大爷连续2次铩羽而归，偃旗息鼓了好几天。而这段时间，我找到一个当群演的同学，请他出演一个角色。一听我的要求，他当时就兴奋起来。我最喜欢演情景剧了，半年多没戏演，我都快憋死了。接下来我们排练了3次对话脚本，我反复叮嘱他，你记好公司名称，别说错了。大爷可精明着呢。放心，也不看看咱是干什么的。于是当我在看到大爷出现在我小区门口时，我主动迎了上去。大爷后退一步，警惕地看着我。你小子能耐，我不跟你耗了。没想到大爷主动认输了，这怎么行？我摆摆手，对他语重心长地说：大爷，咱俩原本也没有过不去的仇，你已经赔了我1万多，我也不跟你计较了。我们正聊着，同学开着豪车停在我和大爷面前。明耀，还真是你啊！我高兴地跟同学寒暄着，他说自己现在开了一家传媒公司，挣了点小钱。那不错，你爸妈身体咋样啊？二老身体好着呢，返聘回学校继续当老师了。对了，你公司主要干啥的？就是直播带货。直播翻车的可多了，得小心点，别让人抓住把柄了。是啊，就怕有人搞我，我可带着款呢。李大爷一直在一旁偷听，听到这里，2只浑浊的老眼都发亮了。这位可是我的 Plus 版，最容易讹的那种大金主。我又问了同学公司地址，客气地说有时间去坐坐。大爷听到地址后，又偷偷记下车牌号，直接溜了。看到大爷走远，我和同学对视一眼，偷偷竖了个大拇指。不出1周，同学就说大爷在我提供的假地址出现了，那里倒也不是假的，是一家真正的传媒公司。他一直在周围蹲点，终于蹲到我同学的车出现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大爷一个鬼探头直接躺在已经熄火的车前盖上。咋开的车？开这么快去投胎吗？哎呦，可疼死我了！同学急忙要把大爷扶下来，他却不让人碰。大爷你说吧，多少钱能平？我这里分分钟100万上下，可没空跟你耗。大爷一听，眼底的喜色更浓了，他伸出一根手指，1万、10万，还不是？我腰上打的钢板都50万1块，你这一下给我干碎好几块，你觉得10万块能解决吗？同学也不慌，摸着下巴思索。这时他的电话响起来。什么？头牌网红出轨6旬大爷，还特么上新闻了？不管花多少钱都得给我压下去，我给你1个小时，把热度都给我压下去。大爷一听眼都绿了，他老婆生下智力缺陷的儿子就跑了，迄今为止他都单身10几年了。那个不赔钱也行，你得让我来你这上班。大爷我还是赔你钱吧，你来我这影响形象。不行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天天来你这直播上吊，看你怕不怕上新闻。工资我也不要多了，1个月1万5就行。同学无奈，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。大爷兴高采烈的走了，约好明天来上班。第2天，大爷去上班的时候被拦住了，保安查了查，没有他这号人。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老板打电话。大爷打通了同学的电话，同学睡眼惺忪的说：我忘了，你的办公地点在家里就行。在家里我能干什么？在家里大爷可就见不到网红啊。你就负责在我们网红直播间里发评论，跟网红聊天，把直播间的热度搞起来。等会我发你链接，9点开播。大爷一听也行，直接就能跟网红聊上了。于是他把儿子关在屋里，自己在客厅刷直播。同学发的链接里的网红是他认识的另一个没戏拍的群演，女生直播经验很足，跟大爷聊得火热。大爷越看越兴奋，很快就开始宝贝宝贝的叫上了。我也用小号进了直播间，给主播刷了一个大火箭。主播顿时不理大爷了，开始嗲嗲的跟我聊起来。大爷插了几句嘴，主播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几分钟后，大爷一个大火箭刷上去，主播又高兴了，跟大爷聊起来，嘘寒问暖，直言自己喜欢优雅大方的大叔类型。大爷心花怒放，心想这不就是说的他自己吗？整整1天下来，他给主播刷了上千块的打赏，他竟然还觉得物有所值，因为主播已经开始跟他聊成人小段子了。接下来几天，他越刷越多，越刷越停不下来，他绝不允许自己打赏了这么多钱，一点便宜也占不到。
终于半个月之后，主播同意见面，可是大爷此时的存款已经见顶了。见面之前，主播又开始犹豫，说家里要彩礼，50岁以上得50万，二婚的再加50万。大爷已经把棺材本都砸给主播了，现在哪里去弄100万？然而就在大爷愁眉不展时，主播失联了。他这时才发现自己连主播的微信都没有，更别说电话了。他们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直播间打赏，还有私信聊天。大爷此时终于发觉自己好像被骗了，他立刻报了警。警察告诉他回去等消息。大爷不愿意直接在警局撒泼，让警察先给他垫上，等要回钱再还给警察，差点又被拘留。几天后，警察告诉大爷主播找到了，是回家相亲去了。主播很伤心，大爷竟然报警抓他。他说2个人两情相悦，只是重男轻女的父母把他骗回去，还没收了手机。父母逼他相亲嫁人，他死活不同意，说自己有喜欢的人就是李大爷。家里见这一招行不通，就把他账户上的钱都收走给弟弟付彩礼了。大爷听到这里，眼睛一翻晕了过去。最终他的钱打了水漂，一是成年人自愿赠与，二是主播拿到的钱也已经没了。就这样，大爷消停了好几天。突然有一天早上，他在小区门口堵我让保安队长带人护送我出门，他只能站在几米外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都是你小子给我挖的坑吧？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我莫名其妙，但心里隐隐有些不安。我和同学这边演的可以说滴水不漏，他又是怎么得知消息的？公司已经确定我晋升的事情，这会儿可不能出岔子。到了公司，李成已经给我冲了咖啡，不知为何他这几天对我特别热情。我礼貌道了声谢，然后打开办公电脑，猛然发现我电脑微信忘了退出，而演员同学给我留了言是我还没见到的，但界面上却没有红色数字提示，我的电脑微信竟然已经被翻阅了。我下意识抬头，发现李成迅速移开了目光。李大爷，李成，他们之间难道有什么关系？我留了个心眼，见李成出去打电话，偷偷跟了出去。叔，我可能被发现了，你得赶紧行动，要是人事任命下来就都完了，这次晋升必须是我。我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素未谋面的大爷这么了解我，还认识我的老板。我搬了新家，他也能找到新小区，怪不得他今天早上跟我说了那句话，原来都是这个李成搞的鬼。他确实是职级晋升的竞争者，可是人事科找我谈话后，他似乎已经放弃了，还对我百般殷勤。上一世我被害得家破人亡，原来这个李成才是始作俑者。中午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接受了李成的邀请，一起吃饭。吃饭过程中，李成不断打听我的楼号房号，说给我送点特产过去。我推脱了好几次，耐不住他太热情，只能告诉了他。这次李成终于满意了，不过眼神中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毒。晚上我下楼扔垃圾，看到大爷的身影在不远处角落里一闪而逝。凌晨2点，我被哐哐哐的砸门声吵醒，我贴在屋门上偷听楼上的动静。大爷正在砸我楼上住户的屋门。臭小子，你给我出来，把骗我的钱还给我，否则我让你整个楼都睡不着觉。楼上住了一个中年男人，因为超雄至今未婚。这个人不但超雄，精神状态也不正常。平时在小区里，经常走着走着就突然抱起吓唬路过的业主，吓哭了不知道多少小孩。前几天赶上半夜里小区一群野狗打架，吵得整个小区睡不着。他一人一棍下楼与野狗大战1个小时，把几十条野狗团灭虐杀。现在大爷正在敲他家的门，门牌号是我告诉李成的，嘿嘿，只是我不小心说错了楼层。大爷砸了得有10几分钟，突然没了动静。然后楼上不断传来震动声，还有压抑的呜呜惨叫。我笑着直接戴上超静音耳麦，安静地进入了梦乡。朦胧间我被噩梦惊醒，听到了敲门声，一看时间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。敲门的是2位民警，他们问我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，什么都没听到。楼上那户人有病，天天晚上剁东西，我都是戴着静音耳麦睡觉。详细什么情况要及时和警局联系。出什么事了？楼上出了案子，人已经带走了。左邻右舍都在八卦，有人说看见救护车担架抬出去一个人，有人说我楼上那个超雄男被警察铐走的时候嘿嘿的笑着，身上还有血。过了几天我才知道，大爷在 ICU 待了好几天，人已经瘫痪，以后再也没法讹人了。超雄邻居被关押了，面临不知多少年的牢狱之灾。这些天上班，李成对我的热情突然熄灭了，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是掩饰不住的怨毒。我也没心思搭理他，因为我的人事任命也下来了，整个办公室都是或真诚或敷衍的恭喜声。在我有意的打听下，我终于查到李成的底细，他就是李大爷的亲儿子，只是从小过继给了亲戚抚养，怪不得李大爷为了他啥也能干出来。这爷俩，一个善赌，一个讹人，真是一脉相承。这天我跟几个要好的同事庆祝到半夜才回到小区，突然我手机上弹出可是门铃的预警消息，打开软件，那个噩梦里经常出现的弱智脸正贴在我家门铃上，旁边还有一个声音提醒：我说的都记住了吗？等会要用力捅，知道吗？就跟在家里练的时候一样。偷你玩具小熊的就是那个人，你越捅他，他就越高兴，他只有高兴了才会把小熊还给你，知道吗？我听出来了，是李成的声音。我在楼下徘徊很久，准备了点道具。监控里看到2个人下了楼，我转身引导他们跟着我向小区后门走去。那里有一条污水沟，很深，而且没有监控。听到后面脚步声快速接近，我掏出准备好的小熊玩具，用力地扔进了污水沟。坏了，小熊掉进水里了。李大爷的儿子正朝我冲来，突然就扭头跳进污水沟里。他挣扎着，嘴里还喊着：小熊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我赶紧报了警，并大声呼救，引来了好几个散步的路人。第2天，李大爷的儿子才被捞上来，李成却不知去向。我把可是门铃录下来的视频提供给了警方。很快，李成在逃跑的路上被抓了。他因为教唆杀人，间接导致被教唆者死亡，计划谋杀被判了无期。后来听说他在监狱服刑期间，跟那个超雄男人关在一起，每天都因为喘气声音太大被揍。超雄男人的家属去看望他的时候，告诉他李成就是那个害他入狱老头的亲儿子。嘿嘿，这个消息肯定不是我透露的。
因为这个事李成就被照顾得更加全面了。没几个月他就彻底疯了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突发疾病没了。接下来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迎接我的新生。